环游世界中国段3，南北新疆，翻越天山路，在乌鲁木齐青旅的日子悠闲而自在。除了去参观附近的红山公园、乌鲁木齐博物馆和国际大巴扎之外，我剩下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等待塔吉克斯坦签证下来。我本来只打算待3晚，特地为此延长了1晚上。幸好终于等到 email 下来了，不然我就只能考虑直接从乌鲁木齐搭飞机飞到吉尔吉斯了。因为中亚5国之中，只有吉尔吉斯可以接受台湾的落地签，而且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，有一半在吉尔吉斯，另外一半在塔吉克斯坦。中亚的塔吉克斯坦是目前唯一接受台湾护照从中国陆路过境的国家，其他的都需要先买邀请函，再用邀请函去申请签证，而且都拒绝台湾人从中国的陆路口岸过境，只能够搭飞机入境。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内，我打算去看天池的，结果景区的门票涨到了125块，而且还强迫必须要搭山脚下的景区区间车才能够让你上山，而其票价更是涨到了90元整。听到这个价格，我就直接放弃了，因为实在是太贵了。连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都开始收门票了，一张门票要50元，而现在的特价期间是10块钱。但这边的旅客大家都在骂，因为大巴扎算是一种商场，那干脆大家都在外面买就好了，何必再花钱进去里面买东西呢？在青旅的这几天，我认识了好几组的朋友，有老王、老冯，还有大雄和奇葩的大鹏。最后一天遇到的是刚刚去徒步完北疆的布鲁斯利，他自称小李。老王跟老冯他们后来跑去了吐鲁番沙漠露营去了，大鹏跟大雄他们去了伊犁。小李他的年纪也不算大，原来是留了胡子的。在问过我年龄之后，他立刻全刮掉了，因为他怕看起来比我还老啊。这真的是我的罪过啊！要从乌鲁木齐出发的最后一晚，他和即将包车旅游南疆的朋友有个聚餐，他也顺便把我带上了。没想到去的是一家超高级的餐厅，是5钻级的餐厅哦，价格更是让我手抖心跳。买单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一个人恐怕要好几百人民币，我要吃7、8天的馕才补得回来了。没想到小李居然偷偷的把单给结了，让我既是不好意思又觉得感动。到了外面，大家更是买了一堆水果送给我，让我明天准备出发的时候带着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欠下的人情也越来越多了。虽然我说到了台湾一定要让我招待哦，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并不容易。明天我将要开始往独山子的方向骑车，目标是去到有名的独库公路，然后从那里骑到库车，再往喀什走。我塔吉克斯坦的签证的起始日期是8月1号，我想20天骑1500公里应该可以吧。虽然听说难度会很大，但是我还是会顶着恐惧，勇于面对这条能看见新疆1年4季的公路。中国独库公路到喀什，乌鲁木齐到石河子，到沙湾县，到独山子。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后，直接往西走，经过了30公里的市区红绿灯的纠缠以后，终于我到达了昌吉市。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一座媲美雪梨歌剧院的昌吉歌剧院呢。今天除了很热以外，只能够说非常的热，所以我在昌吉市的公园休息了将近1个小时。出发没多久之后，我遇到了一个小兄弟，他是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喜子，刚刚高考完，想趁大学前的空档去骑独库公路，再到喀什。我的老天鹅啊，这真的是太巧了！原来这竟是我中国第3弹旅程的伙伴啊！只能够说一切上天自有安排。但是目前这个小伙伴的脚力啊，好像还尚待磨练。我仿佛就看到了2个月前的自己，一上坡就被甩开，
只是没想到我也会有甩开人的一天，真是太开心了。由于经常停下来等小兄弟，骑了110公里进入马纳斯，已经是近晚上8点了。进入公安检查站之后，公安问了我：“你要去哪里啊？”我说：“我目标是石河子，骑到哪就算哪。”公安说：“不行哦，那你不能住这里。马纳斯并没有涉外宾馆。”那我说：“我搭帐篷没问题的。”公安只回了一句：“你必须住石河子，我们派车送你过去。”就这样，我只能跟小兄弟说：“你先走吧，咱们有缘再见了。”因为我估计他应该是骑不到石河子的。在检查站等待的时候，我被一个2、3岁左右的小朋友搭讪了。虽然他还不大会说话，但是非常好奇的跟我的沟通。这一等，我居然等了2个半小时。10点半，公安大哥才想到还有一个我，才要把我送去石河子。所以我这次是第一次搭警车，他们说是要送我到石河子市，可是只是送我到马纳斯的县界，只要出了县界就没事了吧？其实就是只要不归他们管就可以了。我必须要夜骑10公里进入市区，骑不到10公里，喜子就来电了。他问我：“大叔，你现在在哪？”我说：“我刚进市区。”他就说：“那你等我过去。”终于在晚上12点多，我和喜子又会合了。二话不说，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随便找个地方露营，先睡再说了。次日上午，我们出发前往独山子，两边都是这样的树林，但是没有一棵树的影子能遮阳啊。一如昨天，我又在等喜子。我想到了当初我和大公哥一起骑车的时候，也是大钟哥一直辛苦的提拉着我，不然我可能很难支持到现在。真的是很感谢他。大钟哥之于我的意义，就像是那一本不去会死的书里面的作者口中里面的城市大哥一样，我们都是望着大哥的背影在骑车的，或者是说是心中的背影。而今天终于换成我能支持喜子骑车，好像就是一种循环一样。由于昨天喜子硬撑着骑完了140公里，所以他今天的状况特别的累。到了下午4点多，我们才骑了50多公里，大概路程的一半。这时喜子的单车大盘出问题了，他的大盘最小的盘居然掉下来了，所以喜子必须先拦车去附近的奎屯市修车。剩下我一个人必须独自面对20公里的大坡。也许喜子走后，我心情松懈了，忽然好像力气抽干了，越骑越慢。接着天空起风，忽然下起了大雨，所以我只好就地扎营，一边期待着晚上寒冬不要淹水。起床后又是要面对长坡，骑到独山子市区已经中午12点了。如果今天要进山的话，必须要爬1180公尺的坡，我应该是上不去了。再加上行动电源没有电，衣服没有洗，我立刻决定要休整一天，明日再进山。再来就是可能要连搭好几天的帐篷了，与面临没有网络跟行动电源的状况了。这时喜子也来到了，希望能够做最好的准备，再来面对新疆这条最美也是最难的独库公路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